在海战中，潜艇不但是运输舰船的克星，而且也是大、中型战斗舰艇，特别是航空母舰的杀手。2022年7月上旬，台湾放出消息，台自造潜艇原型舰装备筹获阶段已进入稳定期，预计2023年9月下水，最快可望提前到2023年6月。台湾第一艘自制潜艇原型舰预计今年9月下旬下水。台湾海军推估，原型舰从下水到服役大概需1年或1年半，快的话2024年9月，慢的话到2025年3月。原型舰部署的18枚重型鱼雷与其相关设备，向美国采购金额高达1.8亿美元，相当于每枚鱼雷售价1000万美元。台湾海军预计在2025年获得将部署的18枚鱼雷，比原计划晚了半年。台湾第一艘自制潜艇使用的是铅酸电池，可在水下潜航100小时，也就是说，台湾自制潜艇作战时，在设定的伏击区可潜航4天，比现役潜艇的水下时间长。台湾当局自制潜艇这事由来已久。2001年，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曾宣布向台湾地区出售8艘柴油潜艇，但其任内并未成型。2014年，台湾海军表达抗议，说台湾无法长期等待美国潜艇，决定启动自制潜艇项目，建造小而精、小而巧、小而强的制海武力。根据规划，台军将在2019年5月兴建厂房，2020年开工建造，2024年第一艘原型艇下水，到2025年形成战力。2020年11月，开工仪式如期举行，但具体到建造方面，有军事专家分析指出，以台军目前的技术水平，很难建造现代化潜艇。潜艇所需的如光学潜望镜、通信、动力、推进系统、声呐和船舶主机等核心装备，都需依赖外力协助。所谓自己建造，不如说是自己组装。台湾希望未来的潜艇部队能够承担的主要作战任务是区域反潜、反登陆、纵深打击、布雷、情报收集和特种作战。当下，台湾计划建造的8艘潜艇就想执行这些任务，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台湾不具备建造潜艇的能力。虽然从其他国家购买了核心零部件，但是这种东拼西凑组装起来的自制潜艇，战斗力存疑，能否顺利海试都是问题。面对这个现实，台湾海军的装备大多都是外购，主力驱逐舰全是美国的，护卫舰要么外购，要么是基于美国的技术建造的，潜艇也全是外购的。对台湾来说，自制潜艇要比外购成本高至少20%。潜艇的概念最先由15世纪的意大利人列昂多·达芬奇提出，当时人们并不接受这种武器，认为这是一种有失绅士风度的武器，甚至只要发现有人使用，就会被当成海盗处置。美国在独立战争中首次使用潜艇，效果显著。一战后，各国意识到潜艇的重要性，开始大力发展广泛使用。二战中，潜艇再次显示出超强的战斗力。首先，想要制造核潜艇，首先这个国家必须是核强国才有希望，因为核潜艇一个很核心的东西就是核反应堆小型化。想要有核反应堆，那么必须是要有核国家，而有核国家想要实现核反应堆的小型化，那么必须拥有非常高的技术才能够实现。一般的国家是根本没有这个技术。但是台湾潜舰自造一开始就不被外界甚至台军方所看好，因为台湾根本不具备自主制造的技术和人才，只能走海外技转、台湾生产的路子。开工典礼之前，在原型舰筹建需向海外采购的81项主装备中，竟有34项未获输出许可。台相关专业人士认为，对外采购的零组件很可能是多方制造，甚至不乏军标、商标混用的产品，风险非常高。然而，为了推进这一项目，民进党当局制定了用钱搭桥补缺的思路，整个潜艇制造计划预算高达4000亿新台币，其中第一艘原型舰预算为493亿元新台币，造价几乎为日本新一代潜艇大鲸号的2倍。台方通过各种管道高价延揽日、韩、英等国的退休潜艇建造专家担任技术顾问，雇佣欧洲 GEL 顾问公司提供潜艇制造的经验，还以商业模式向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公司商洽购进战斗系统整合、数字式声呐等红区装备。潜艇自造一直是台湾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早在1999年，台湾购买荷兰退役的旗鱼级潜艇遭拒后，岛内就出现了潜艇自造的呼声。当时，台军也看准时机，推出了扩充潜艇部队的海神方案。最有建造潜艇潜力的台湾中船公司也出台了自建潜艇的潜龙计划。在这之前，中船公司还建立了一个拥有46名成员的研发小组，并投资2000万新台币，通过仿制德国209级潜艇结构，试制出潜艇的中后段和艇尾之间的圆柱和圆锥体带压壳部分。2018年4月7日，特朗普主政下的美国务院对台签发营销核准证，允许美国公司以商业销售模式为台湾潜艇制造提供相关敏感技术，这等同于给美国军工企业提供了一个与台湾直接谈判的授权书。2020年12月15日，美方通知台方，其潜舰自造项目所需的关键装备数字声纳系统出口许可或批准相关程序已完备。拜登政府上台后，延续了对台潜艇技术出口许可的政策。从台方声称原型舰各式装备已进入获得稳定期，以及各项装备交来台的70%都在可控范围内来看，台方与美国相关厂商应该已经完成了签约，并获得了美国政府方面的认可。台湾潜舰自造2019年完成第一阶段设计，采用 X 型尾舵设计，平衡翼配置在帆罩段的两侧，排水约为2500至3000吨，交付8艘新潜艇的目标期程为2019年5月兴建厂房，2020年11月潜艇开工，2024年首艘原型舰下水，2025年交付成军。但对时间安排并不满意，要求潜艇项目小组与台湾国际造船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加快进度，将首艘潜艇的下水时间提前到2023年，并承诺将为第2至第8艘潜艇再次编列特别预算。台湾自造潜艇计划 IDS 原型舰于2019年5月开工，消息人士透露，装备筹获阶段已进入稳定期，船段组合作业将于今年9月开始，预计明年9月下水，最快甚至可望提前到6月。IDS 原型舰舰体压力壳的设计是深度参考海军舰龙级前舰，前舰采用类低型单双壳设计，前舰分6个船段，只有在中心舱段这个部分是属于正圆形彩单壳舰体设计。这个船段内区分为3层，最上层的指挥区，中层为设备区与下层电池区，在安放中心舱段放在工作台后，就依施工图进行这3分层的各项安装管线与预制设备空间打造。据指出，原型舰的推进、电力与控制系统的设备已陆续到位，内部所需设备与各项系统进行在装入之前，都要先进行测试与系统的整合外，更要再次的进行重量配置的精算。据指出，除了中心舱为正圆单壳外，其他5个船段都采双壳设计，因采类低型，每个船段外形流体幅度都不同，光是在双壳的外壳与内壳之间穿孔接点，以及2壳之间要安放的舱间，建造的复杂度颇高，所以安龙仪式后，各个船段陆续开动后，才是前舰建造工程进入高度警戒时期，同时也是考验建造团队技术的开始。知情人士指出，建造前舰就是一个复杂工艺，从设计到将细部设计转换为施工图，都要不断计算与修正，需要经过国外技术顾问的认证签字，才会定案成为施工图。但建造过程中还是会碰上无法预期的状况，这部分会踩滚动式的修正，让建造工程顺利进行。另外 ，IDS 原型舰从设计到建造，除要先克服从各国采购各项所需设备来源外，建造中更是要各个团队群策群力来共同来完成。例如舰体压力壳部分，外界所知道要用的 HSLA-80合金钢材是由中钢特别为前舰打造，但是整个舰体内外会用到的钢材就多达10多种。前舰前端圆锥形的特殊钢材就与其他船段不同，要另外购置，要将不同钢材弯成不同船段舰体。这个特殊弯板技术除了机器设备外，技术指导更是重要。如果不知其中门道，经常会在弯板过程中发生钢板断裂情况。弯板技术过关，才能把不同钢材弯成各船段所需的舰体，这才能进入低温自动焊接设备与技术师座，将各船段焊接出来。随着 IDS 的原型舰海鲲号封壳在海昌工厂内进行岸上的泊港测试，尽管后续前舰预算尚未编列，但后续舰优化规划工作仍在持续进行中。据悉，前舰小组的成员包括台湾海军、
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台船以及外籍机械相关人员，以及美商在台项目负责人，近期前往美国与美官方进行会谈，讨论后续舰战斗系统的性能提升项目和方案。洛马与雷神公司针对性能提升项目进行初步概估，为前舰小组和台湾海军未来的预算编制提供了依据。自研前舰后续舰的规划采用3+2+2的方式，总计7艘。这一规划分为3个阶段，实现无缝接轨建造。首先，第一阶段的3艘将在原型舰海鲲号下水后进行各项作战测试，以及服役成军后在实际部署运用中发现真正需要优化和性能提升的部分。因此，一阶段的3艘后续舰的战斗系统性能与原型舰海鲲号几乎一致。真正的优化部分在于舰体内各项重要组件的自制，力求提高自供率。原型舰海鲲号有40%是台湾自制，而一阶段的目标是将自供率提升到50%。鉴于本土研制锂电池并未顺利，因此在一阶段，3艘后续舰并未决定使用自研的锂电池，取而代之的是铅酸电池。此外，主机的选择也在考察中，有可能采用性能高且来源稳定的欧洲其他国家装备。而在2阶段和3阶段，随着舰体优化定型，这2艘后续舰的战斗系统性能将根据原型舰服役后的执行任务需要，结合美方可提供的技术进行优化。由于后续舰战斗系统的主合约商从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改为美商洛马与雷神公司，这2家美商公司将负责后续舰的建造，满足台湾海军的需求，同时与美方合作，以洁净的技术来分别规划后续舰战斗系统。虽然阶段为3艘后续舰的性能不会有太大的改变，但根据协力商的不同，部分装备在性能可升级的情况下可能进行微调。由于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从主合约商转为配合的协力商，其自制系统装备仍然规划标配，但在战斗优化上失去了主导权。这次前舰小组赴美并非由召集人黄曙光带队，主要是因为海鲲号正在进行泊港测试，各系统的并联测试虽然大致顺利，但黄曙光仍需全程关注测试进度。预计在2024年3至4月间进行海测，因此这次由邵维扬中将带队前往美国开会，并履行海鲲号的履约督导工作。在美官方会议上，除了提出自研前舰后续舰战斗系统规划外，还与美方讨论了战斗系统性能提升的项目，同时听取了美商洛马雷神2公司关于台湾海军性能提升需求的初步概估所需费用。整个计划的执行方式早在数月前已经对外公开。尽管前舰原型舰海鲲号的预算总额度为493.62亿元台币，以疫情前价格计算，但由于疫情和俄乌战争导致的原材料上涨，加上每年通货膨胀的因素，量产可以降低建造成本，但下降幅度有限。此次厂商的报价指的是2024年开始编列后续建造预算，2025年执行的战斗系统所需费用。若延迟1年执行，红区装备费用自然会上升。这次美商的报价为前舰小组和台湾海军未来预算编制提供了依据。经过对比，海鲲号前舰相比军购先进了25年。从外形推测，海鲲舰除了有英国机敏级和日本苍龙级的血统外，主要参考了台军现有的2艘剑龙级前舰。高层研究员舒小煌表示，尽管谣传海鲲号大幅参考剑龙级的设计，但由于剑龙级前舰是1980年代的产品，距今已逾30年，因此海鲲号的设计规划需要有所调整，以适应现代系统的需求。根据船舶测试，海鲲号的舰体设计在英国进行，并进行了整体的最佳优化。因此，海鲲号舰体采用了现代流行的前舰设计，由类低型转变为雪茄型，与德国的212型、214型以及日本的苍龙级大鲸级相类似。相较于1980年的剑龙级前舰，海鲲号的性能提升显著。剑龙级前舰的操作系统主要以 Pascal 为主，运算值约只有8位，最高到16位，大部分是模拟电路。而海鲲号搭载的2020年型号的作战系统已经与过去的前舰大不相同，许多装备都实现了数字化整合，性能更佳，包括马达性能、静音性等都有显著提升。虽然剑龙机本身已经是先进的前舰，但相较于海鲲号，至少已经进步了2.5个世代，约为25年。专业人士指出，
海龟号搭载的作战系统和战斗系统等方面都与过去不同，采用了最新的数字化整合装备，声呐的效果更为敏锐。海龟号内搭载多套声呐系统，包括侦测障碍物、避免碰撞的高频声呐、舰首的主动声呐以及舰体侧边的听音声呐。由于海龟号的听音声呐大阵列多，无需设计复杂的唾液阵列声呐，其能力更为强化。整体而言，海龟号具备了先进的被动声呐能力，这样的设计为海龟号带来了相当程度的优势。当海龟号在水下处于静默状态时，要发现它的存在，只能透过磁力侦测或主动声呐等有限手段来寻找。而当对方使用主动声呐寻找海龟号时，等于在暗夜里用手电筒四处乱照。仅是主机启动车叶转动，我都能听到你的声音，更不用说用声呐在那边四处监听。在主动声呐发现海龟号之前，海龟号早已了解对手的位置。除了以上方面，海龟号与剑龙级不同的外形设计，还包括采用 X 型尾舵，增加船舰的航行操控与稳定性。螺旋桨为7翼，而非剑龙级的5叶桨。叶数的增多，使得桨叶面积更大，让海龟号在转速更低的情况下获得同样的推力，减少了空气炮现象，降低了噪音水平。海鲲级前舰可搭载的武装包括 Mk48 鱼雷、UGM84 鱼叉反舰飞弹以及万向水雷等先进武器。特别是 Mk48 鱼雷与剑龙级前舰最初搭载的 SUT 鱼雷相比，完全不在同一个档次，属于不同世代的水下武器。Mk48 型鱼雷的有效射程估计值，若以55节计算可达38公里，以40节计算可达50公里。范围越大，找到海龟号就越困难。而 Mk48 的威力在历次美国军演中得到充分展示。一艘8000吨级的什普鲁恩斯级驱逐舰在一次攻击中被 Mk48 击中后中断成2节，仅几分钟内迅速沉没。随着军事科技的不断进步和前舰设计的不断革新，海龟号的先进性不仅在外形和船体结构上得以体现，更体现在搭载的先进系统和武器装备方面。在电子设备方面，海龟号采用了最新的数字化整合技术，不仅提高了系统之间的协同作战能力，还使得各类装备更加智能化。相较于剑龙级前舰使用的 Pascal 为主的运算值约8位的操作系统，海龟号的前舰中央计算机采用了更为精准的计算技术，大幅提升了系统的运算速度和稳定性。这种数字化整合技术的运用，使得海龟号在复杂多变的水下作战环境中更加灵活，反应更为迅速。值得一提的是，海龟号的声呐系统也经过了全面升级，采用多套声呐系统的大阵列设计，包括高频声呐用于侦测障碍物，避免航行时的碰撞，主被动声呐置于舰首，以及放置于舰体侧边的听音声呐。这些先进的声呐系统不仅大大提高了海龟号的水下侦察和目标追踪的能力，而且通过声呐系统的智能协同，使得海龟号在水下行进时具备更为全面的感知和反应机制。此外，海龟号还采用了 X 型尾舵，这一设计不仅提高了船舰的操控性和稳定性，而且增加了前舰在水下的机动性。螺旋桨采用7翼设计，相较于传统的5叶桨，叶数的增多使得桨叶面积更大，进一步减少了水下推进时的水动力噪音，极大提高了海龟号的前行隐蔽性。在武器装备方面，海龟号可搭载多种先进武器，其中包括 Mk48 鱼雷、UGM84 鱼叉反舰飞弹以及万向水雷等。特别是 Mk48 鱼雷，其强大的杀伤威力和远程打击能力在实际军事演习中得到了充分验证。对于海龟号而言，这些武器系统的整合使得它在水下作战中具备了强大的对抗能力，无论是进行反舰攻击还是水雷布设，都能迅速精准地完成任务。在实际应用中，海龟号的先进性和多功能性得到了高度评价。其数字化整合技术、先进的声呐系统和强大的武器装备，使得海龟号成为台湾海军的得力战力。随着海龟号在各项测试中的顺利进展，未来海龟号将为台湾海军提供先进、可靠的潜艇力量，增强其在复杂海域中的作战能力。总体而言，海龟号的先进设计和性能表现在多个方面体现出了自主研发潜艇的技术实力。这也正是台湾军事工业不断努力，借助自身研发能力取得的显著成果。
随着海鲲号的不断成熟和服役，相信海鲲号将成为台湾海军在现代化水下战场中的一张强大王牌。前几日，台湾高层宣布将推动7艘自研前舰的后续建造计划。据悉，海军最近提出的7艘自研量产型前舰预算竟然高达2800亿元以上，平均每艘前舰的成本超过400亿元。这一数字相较于海鲲号原型舰近312亿元的造舰成本，以及外界预测的240亿元自研量产成本，显然存在巨大差距。这一估算结果让台湾防务部门颇感意外，已要求海军重新审查每艘前舰的造舰项目成本，探究为何会出现如此巨大的涨幅。根据了解，海军规划建造这7艘自研量产型前舰的周期为15年，预计70%完工。在预算编列上，海军采用了一般军事装备项目的做法，分3个阶段进行，即3+2+2模式，意味着每艘前舰的开工间隔为1年6个月。若首艘量产型前舰于2026年在台船海昌工厂开工，那么第2艘前舰将在2027年下半年开工。这一系列的规划始于黄曙光海军司令任内，他一手策划并推动了海鲲号原型舰的建造工作。在黄曙光退休后，他继续担任前舰项目的召集人，负责处理所有与海鲲号原型舰相关的事务，承担起了项目的成败风险。未来，自研量产型前舰的权责将回归常规流程，由海军负责招标造舰，主合约商为台船。由于建造设备和人员均集中在海昌工厂，台船将根据海军的作战需求和规格进行建造。值得一提的是，战斗系统的红区装备主合约商已从台湾科学研究院更改为美国公司。2023年底，海军已邀请美国洛马雷神公司对整合战系所需的金额进行估算和报价。由于洛马雷神在原型舰项目中仅扮演装备和部分系统的协力商角色，而在自研量产型前舰项目中，该公司将作为战系的主合约商，负责战系的整合，直至完成作战测评验收。这意味着所有战系装备与测试的风险将由主合约商承担，包括装备延迟交货或系统整合进度滞后等情况，主合约商都将承担相应的责任和罚则。因此，这项高额的风险承担损失费用在原型舰项目中并未显现，但在自研量产型前舰项目中，美国公司自然会将这一风险反映到造舰成本中。与中海鲲号原型舰相比，虽然风险损失费用在项目中并不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台湾科学研究院完全吸收了这些费用。实际上，前项目召集人黄曙光带领团队奔走欧美，与各地区进行谈判，逐一解决问题，才确保了建造进度和测试的顺利进行。据报道，美商作为战系主合约商，其报价中包含了高额的风险承担损失费用，再加上每年3%到5%的通胀率、造价波动以及材料成本变动等复杂因素。这一报价令海军倍感惊讶。尽管海军曾尝试讨论减价事宜，但美商坚称这是国际市场的行情，海军短时间内又无法提出有效的减价依据，只能暂时接受现有的报价进行估算。海军为7艘自研量产型前舰规划的预算超过2800亿元，平均每艘前舰的成本高达400亿元。相比之下，海鲲号原型舰的总经费约为523亿6千万元，扣除设计费、新建厂房费用以及军购鱼雷费用后，造舰成本近312亿元。然而，量产型前舰的平均成本却高达400亿元，比原型舰还要昂贵。这一结果让高层难以接受。外界原本评估后续量产型前舰的造舰成本应为原型舰的80%，即大约240亿元。这主要得益于后续舰的先期优化作业以及前舰设计、工程分析等工作的完成。然而，目前的实际情况却与预期相去甚远。未来第2、3阶段的造舰计划将根据海鲲号前舰的服役部署情况、任务需求以及新科技装备的可获得性进行优化调整。同时，本土装备自制比例也将逐步提高，这有望降低造舰成本。然而，如果海军在造舰成本的精算方面未能做到位，只是简单的接受美商和本土厂商的报价，那么7艘量产型前舰的预算是否能够顺利排入2025年的预算中，仍存在变数。此外，目前各种错综复杂的情况也可能对未来的预算审查造成不利影响。此前就有过类似的情况，如某个真空马桶的报价高达8万美元。
但最终台船仅以15万元就成功采购，这显示出在采购过程中存在价格虚高的问题。首先，海鲲号原型舰在建造过程中遇到的金马桶事件可谓是一个警示。由于前舰对静音的特殊要求，真空马桶需要特别定制。原本台船长期合作的 M 代理商报价一个真空马桶为8万美元，折合当时的新台币约为240万元。然而，台船海仓厂人员在审核过程中发现，这一报价远高于市场行情。于是，海仓厂与本土厂商携手合作，仅用15万元便成功研发出自研前线真空马桶，并通过了严格的测试验收。这一案例充分说明，如果对设备成本缺乏深入了解和比较，很容易被代理商牵着鼻子走。再者，海鲲号原型舰还采用了美商 L3Harris 公司提供的现代化光电桅杆系统。这一系统参照了美国海军现役维吉尼亚亚级核子前舰上的光电桅杆设计，并为其量身打造了缩小版装备。然而，由于疫情和人力短缺等因素的影响，原本定于今年3月交货的展研右3 Hertz 光电桅杆系统一直延迟到5月才能完成。但令人惊讶的是， L3Harris 公司多次向台船与海军表示不愿接受因延迟而产生的罚款。面对这种情况，黄曙光直接对该公司在台的代表发出警告：如果拒不支付罚款，未来7艘量产型前舰所需的光电桅杆系统将不再考虑 L3Harris 公司，并将寻求其他合作伙伴。这一强硬态度令 L3Harris 公司的美国总裁感到恐慌，不得不亲自写信向黄曙光道歉。此外，随着台日德互惠对台输出武器限制的放宽，光电桅杆系统的市场格局也发生了变化，从原来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武器系统的价格高低主要取决于对市场了解的程度。以光电桅杆系统为例，虽然德国和法国制造的柴电前进光电桅杆系统性能卓越，但在原型舰规划时期受到干扰，这2个国家拒绝出售，因此只能向廖三海尔公司采购核子前舰现有系统的缩小版。然而，俄乌战争后，欧洲与台湾的关系加强，特别是台积电计划在2023年底前往德国德勒斯登设厂，生产28及40纳米制程。台德双方基于互惠原则，放宽了对台输出相关武器系统的限制。美商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变化，光电桅杆系统的市场地位也随之从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从以上2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出，只要海军对市场行情进行深入研究和了解，并聘请专业顾问对每个装备项目重新进行造价成本分析，就能在与厂商的谈判中占据主动地位，有底气进行砍价，避免被厂商牵着鼻子走。海军在装备采购过程中，对市场行情的把握至关重要。一个明智的决策者必须对市场动态保持敏锐的洞察力，以便在复杂的商业谈判中立于不败之地。在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的性能和先进性直接关系到战争的胜败。因此，海军对于装备采购的要求极为严格，不仅要考虑到装备的性能和可靠性，还要充分考虑到成本因素。这就需要海军拥有一支专业的市场分析团队，能够对各种装备项目的造价成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比较。通过专业顾问的帮助，海军可以对每个装备项目的性能、价格、交货期等关键指标进行全面的评估。这样，在与厂商进行谈判时，海军就能更加明确自己的需求和底线，避免被厂商的高价所蒙蔽。同时，专业顾问还能帮助海军了解市场的竞争态势，从而找到最合适的供应商，实现成本的最优化。以光电桅杆系统为例，随着欧洲与台湾关系的加强，以及台积电在德国设厂的计划，光电桅杆系统的市场格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原本处于卖方市场的光电桅杆系统，如今已经转变为买方市场。这意味着海军在采购光电桅杆系统时，将有更多的选择和议价空间。在这样的市场环境下，海军更应该充分发挥专业顾问的作用，对市场上的各种光电桅杆系统进行全面的调查和比较。通过了解不同产品的性能、价格、售后服务等信息，海军可以更加准确地把握市场脉搏，为后续的采购工作提供有力的支持。当然，仅仅依靠专业顾问的帮助是不够的，海军还需要加强自身的建设，提高官兵的素质和技能水平。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在装备采购和使用过程中，能够充分发挥装备的性能优势，为台湾的安全和发展提供坚实的保障。此外，
海军在装备采购过程中，还应注重与内外厂商的长期合作与共赢。通过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不仅可以确保装备的质量和供应的稳定性，还可以在技术交流和人才培养等方面实现互利共赢。同时，这也有助于提升台湾海军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和影响力，为台湾的战略提供有力支持。总之，海军在装备采购过程中，必须做足做满市场行情的功课，并充分发挥专业顾问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确保采购到性能优良、价格合理的装备，为海军的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和战争的不断发展，海军对装备性能的要求将越来越高。因此，海军必须时刻保持敏锐的市场洞察力，紧跟时代步伐，不断更新和优化装备采购策略。同时，还应加强与其他军种的协同配合，共同推动自身军事力量的整体提升。在这个过程中，专业顾问的作用将更加凸显。他们不仅需要具备深厚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还需要具备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和灵活的谈判技巧。只有这样，才能为海军提供全面、准确、及时的市场信息和决策支持，确保海军在装备采购过程中始终保持领先地位。综上所述，海军在装备采购过程中应充分发挥专业顾问的作用，做足市场行情的功课，确保采购到性能优良、价格合理的装备。同时，还应加强与台湾内外厂商的合作与共赢，为台湾的安全和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